封神演义里人人替天行道，人人都在造业。你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？封神演义里商朝被灭，周朝建立，365位英灵被封为正神，这看起来是一个天意注定、正义必胜的故事。但你仔细回想一下，整本书里最吊诡的事情是什么？是每一个角色，不管他是好人还是坏人，不管他站在哪一边，嘴里都在喊同一句话：替天行道。姜子牙说自己替天行道，伐纣灭商；纣王的手下说自己忠诚保国，顺天而行；截教的仙人觉得自己在维护天理，阐教的仙人也觉得自己是天命所归。连妲己去迷惑纣王，那都是女娲娘娘亲自下的旨意。她可以理直气壮地说，我也是替天行道。每个人都觉得天站在自己这边，那天到底站在谁那边？答案可能会让你不舒服，天谁的边都没站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王立杰。今天我们继续用佛学解构名著这个系列，这一期来拆一本几乎每个中国人都耳熟能详，但可能从来没有真正读懂的书《封神演义》。在很多人的印象里，《封神演义》就是一个正邪大战的爽文，好人打坏人，仙人斗法，最后天意注定周武王胜利，365路英灵各归其位，宇宙秩序恢复。但你如果用佛学的眼光重新看这本书，你会发现一件让人脊背发凉的事，它根本不是一个正义战胜邪恶的故事，它是一部关于执着的百科全书，而且它揭示的是人类最高级、最隐蔽的那种执着，就是把自己的判断冒充成天意。我们一层一层来拆。先说替天行道这4个字到底错在哪儿？你认真想一下这4个字的逻辑结构。替天行道，它预设了3件事。第一，天有一个意志；第二，你知道天的意志是什么；第三，你有资格替天去执行这个意志。这3个预设每一个都经不起推敲。天有意志吗？佛学的答案非常明确，没有。缘起法则不是某个更高存在的意志，它是事物运行的方式本身。就像水往低处流，不是因为有谁命令它往低处流，而是物理性质决定了它只能这样运行。天道是规律，不是命令。规律没有立场，没有偏好，也不需要代言人。那你知道天道是什么吗？你以为你知道，但你真的知道吗？你看到的所有信息都经过了你的感官过滤，你的认知框架加工，你的情感偏好着色。用唯识学的话说，你看到的世界是你的遍计所值，是你自己用概念编织出来的一张网。你拿着这张网去捕捉所谓的天意，捞上来的永远只是你自己的投射。最后，就算你真的看透了天道的运行规律，你有资格替它执行吗？这就好比你家的扫地机器人突然宣布，我理解了万有引力，从今天起我来替物理定律执法。你会觉得这个机器人疯了。但当一个人说替天行道的时候，所有人都觉得很正常。为什么？因为人类的傲慢是无意识的。在封神演义的世界里，这种无意识的僭越无处不在，而且每一个僭越者都觉得自己无比正确。我们从头说起，整件事的起因是纣王在女娲宫进香的时候，被女娲的塑像惊艳了，写了一首带有亵渎意味的诗。女娲大怒，招来轩辕坟3妖，让他们去迷惑纣王，断送成汤600年的江山。你有没有觉得这个开局就很怪？一个凡人写了一首不恰当的诗，一位神灵决定因此灭掉一个延续了600年的王朝，这个因果关系是不是有点失笔？你在朋友圈发了一条不恰当的评论，你的老板就把整个公司给解散了。正常人都觉得这不对劲。而且女娲的理由是什么？成汤气数已尽，也就是说商朝本来就该灭了，纣王那首诗只是一个导火索，一个借口，真正的原因是更深层的。用佛学的话说，商朝600年的共业已经积累到了临界点。但你注意看，故事刚开始，天意就是模糊的，女娲到底是在替天行道，还是在按自己的情绪行事？她说商朝气数已尽，
但如果纣王没写那首诗呢？他还会降旨吗？如果商朝本来就该灭，他派妖精去加速这个过程，是顺天还是干预天？你发现了吗？连最高层的神，他的动机里都掺杂着个人情绪。他被冒犯了，他愤怒了，然后他做了一个决定，并且给这个决定贴上了天意的标签。这不是替天行道，这是用天道的名义给自己的反应做合理化包装。佛学里有一个非常精准的概念，叫缘起。一切事件的发生不是某个单一原因导致的，是无数因缘条件交织在一起，在某一刻同时成熟了。商朝灭亡不是因为纣王写了一首诗，也不是因为妲己太妖媚，也不是因为姜子牙太厉害，是整个系统的因缘同时到了那个临界点。没有任何一个人是这件事的唯一推手，但《封神演义》里的每一个角色都觉得自己是那个关键推手，他们都觉得自己是替天在推。现在我们来看纣王。纣王是整本书里最被脸谱化的角色。你一提到纣王，脑子里蹦出来的就是暴虐、荒淫、残忍。但你有没有想过，在小说的叙事里，纣王是怎么一步步变成这样的？他不是天生的恶人。小说开头，他被描写成一个文武双全、力大无穷的君主。他的堕落是一个漫长的因果链。女娲降旨，妲己入宫，狐妖的迷惑日复一日的侵蚀他的心智，忠臣一个接一个被杀或逃亡，身边全是阿谀奉承的小人。他的视野越来越窄，他的选择空间越来越小，到最后他已经看不见任何别的可能了。用佛学的话说，纣王的堕落是种子在特定因缘下的现行，他内心本来就有贪嗔痴的种子，谁没有呢？但这些种子被妲己、被权力、被恐惧、被孤独不断浇灌，当所有的外援都在推动同一个方向的时候，那些种子就长成了参天大树。重点是什么？这些种子不是他一个人独有的，每个人心里都有。纣王不是一个和你我不同的怪物，它是一面被特定因缘放大了的镜子。你想想你自己，你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？你明明知道一件事不对，但环境推着你，情绪裹着你，惯性拽着你，你就是停不下来。事后回头看，你会说我当时是怎么了？但在那个当下，你完全相信自己的判断是对的。纣王也是这样，他不是没有清醒的时刻，他是在那些清醒的时刻选择了闭上眼睛。佛学不把这叫做邪恶，佛学把这叫做无明。不是不够聪明，不是不够善良，是你不知道你在被什么东西推着走。再来看姜子牙，姜子牙在整本书里是绝对的正面主角，他手持封神榜和打神鞭，辅佐周武王伐纣，一路过关斩将，最后功成名就。他是替天行道的代言人。但你仔细看他的行为模式，你会发现一个非常微妙的东西。他在整个过程中有多少次是真正的自由选择？封神榜不是他写的，是元始天尊给他的。打神鞭不是他造的，是昆仑山上递下来的。他要封哪些人，灭哪些人，名单早就定好了，他只是一个执行者。这里有一个非常深的佛学问题，一个完美的执行命令的人，他自由吗？他是自愿执行的，他认同这个使命，但认同本身就是一种执着。姜子牙认同的是什么？是阐教的世界观，是元始天尊的权威，是正义必胜、天命不可违的信念。这些认同塑造了他看待一切事物的方式。你注意看他在战场上的表现，每当他遇到截教的对手，无论对方的修为多高，理由多正当，他的第一反应永远是你是逆天而行，你该受诛。这不是深思熟虑后的判断，这是身份认同的自动驾驶。他不需要思考，因为他的系统已经把所有信息预处理好了。凡是阐教就是对的，凡是截教就是错的。这个判断在进入意识之前就已经完成了。用佛学的话说，这叫法执。法执比我执更难察觉，也更危险。我执是抓住一个虚假的自我不放，法执是抓住一套关于真理的信念不放。你可以放下对名利的执着，你可以放下对情感的执着，
但你能放下对正义的执着吗？你能放下那个让你觉得自己是好人的信念吗？这就是姜子牙的困境。一个人可以完全没有私心，完全为了正义而战，完全按照他所相信的天意行事，但他仍然在造业，因为他执着的那个正义，那个天意，那个正确是他的正义，他认为的天意，他判断的正确。做对的事和执着于做对的事，这两者之间的距离近到你几乎看不见，但就是这一丝距离决定了你是在修行还是在造业。接下来我们看《封神演义》里最被忽视的一条暗线，阐教和截教的冲突。表面上看，这是正邪之争，阐教代表正道，截教代表旁门左道。但你如果仔细读原著，你会发现一个让人坐不住的事实，截教的很多弟子比阐教的弟子修为更高，法力更强。截教的教主通天教主是红军老祖的3大弟子之一，和元始天尊同门同辈。截教到底有什么问题？答案是4个字：有教无类。截教收徒不讲出身，飞禽走兽、花草精怪、师生卵化之辈，只要有向道之心，来者不拒。他的教义核心是大道50，天眼49，万物都有一线生机。截教要做的就是替万物截取那一线生机。这个理念你听着耳不耳熟？一切众生皆有佛性，这不就是佛学最核心的命题之一吗？佛陀2500年前就说了，修行不看出身，不看种姓，不看你是人是畜，有向道之心者皆可得度。但在《封神演义》的叙事框架里，截教的有教无类被贴上了什么标签？来者不拒，良莠不分，不分正邪，不辨善恶。阐教呢？阐教择徒严苛，看根器，看品行，看出身，只收天赋异禀的人族弟子。你发现了吗？这完全是种姓制度的翻版。谁有资格修行？谁的出身配得上正道？谁生来就低人一等？这些问题在2500年前的印度，婆罗门祭司们也问过，佛陀给的答案恰恰和截教一样。但在这本小说里，给出更包容答案的那一方是反派。这不是偶然的，这是人类意识中一个非常根深蒂固的模式。当你建立了一套关于正确的系统之后，任何不符合你这个系统的东西，都会被你的认知自动归类为威胁。你不需要深入了解它，不需要理解它的道理，你只需要知道它不是你的系统就够了。这在佛学里叫遍计所执。你给世界贴标签，然后你以为标签就是世界本身。阐教给截教贴的标签是旁门左道，但这个标签是谁贴的？是天贴的吗？不是，是阐教自己贴的。然后他们拿着这个自己贴的标签去替天行道。你看出来了吗？整本《封神演义》就是一群人拿着自己贴的标签，互相证明对方是错的。每一方都确信自己代表正义，每一方都在替天行道，而天从头到尾什么都没说。最后我们来看封神榜本身，365位英灵被封为正神，你觉得这是奖赏还是惩罚？很多人下意识觉得封神是好事啊，成神了嘛。但你仔细想想，被封上封神榜的大部分是什么人？是死人，是在这场替天行道的大战中被杀的人。他们有的死在战场上，有的死在法宝下，有的死在自己人的背叛中。他们没有选择成神，他们是死后被安排成神的。封不是升迁，封是安置。你想一下，一个阵亡将士纪念碑上的名字和一份升职加薪的通知书，这两个东西一样吗？封神榜更接近前者，它不是奖励你，它是记录你，记录你在这场共业中的位置。用佛学的话说，封神榜是一张共业的结算单。所有参与了这场大戏的人，无论你是正义还是邪恶，无论你是主动参战还是被裹挟进来，你都在这张因果网络中留下了自己的轨迹。你的每一个选择，每一次出手，每一次站队，都在为这张网添加一根线。
最后大战结束，所有的线都要被清算。你死了，肉身没了，但你在这场共业中的位置被封神榜精确地记录了下来。你被分配到雷部、火部、温部、斗部，不是因为你的功劳大小，是因为你的因果属性决定了你该在哪个位置。所以封神不是恩赐，封神是因果的自动分拣。还有一个细节特别耐人寻味，姜子牙自己没有被封神，他主持了整场封神大典，把所有人的灵魂安排得明明白白，但他自己不在名单上。元始天尊说他生来命薄，仙道难成，只可受人间之福。这个设定的潜台词太深了，操作系统的人反而不在系统之内。裁判不上场比赛，但裁判就没有因果了吗？佛学的答案是，当然有。你判定别人的命运，你以为你是中立的执法者，但你的每一个判断都带着你的框架、你的偏见、你的身份认同。你把一个截教弟子封为恶煞之神，这个封不是来自天意，是来自你站在阐教这一边所看到的那个版本的天意。姜子牙不在封神榜上，不是因为他超越了因果，恰恰可能是因为他的因果比所有人都大，因为他不只是参与了这场共业，他定义了这场共业的结算规则。说到这里，你可能会问，那《封神演义》到底在说什么？这本书最深刻的地方，不在于它的想象力有多丰富，法宝有多炫酷，打斗有多惊天动地，而在于它无意中构建了一个极其精密的佛学模型。在这个模型里，每个人都以为自己在替天行道，但没有人真正知道天道是什么。每个人都以为自己是正义的一方，但正义的定义取决于你站在哪一边。每个人都以为自己在执行命运，但命运本身是所有人共同创造的。这不就是我们今天的世界吗？你看网上的争论，每一方都觉得自己是正义的，每一方都觉得对方是妖孽，每一方都在替天行道。你看你自己的人际关系，你有没有过这样的时刻？你100%确定自己是对的，对方是错的。你是在维护原则，对方是在无理取闹。然后过了几年，你回头看，忽然发现你当时看到的只是你当时能看到的。封神演义用一个恢宏的神话故事，把人类意识最底层的一个程序演绎了一遍。那个程序就是，你总是不自觉地把自己的视角等同于天意。你以为你在看世界，其实你只是在用你的滤镜看世界。然后你给滤镜取了一个名字，叫真相。佛学管这个程序叫无明。不是你不够聪明，不是你不够善良，是你不知道你不知道。你不知道你看到的不是全部，你不知道你的正义只是你的正义，你不知道你的替天行道可能正是在造新的业。那修行是什么？修行不是去找一个更大的真理来替代你原来的真理，不是用佛陀的真理替换你的真理，那只是换了一副更精致的滤镜而已。修行是学会看见你所有的真理都有边界。金刚经里有一个说法，佛说般若波罗蜜，即非般若波罗蜜，是名般若波罗蜜。连佛陀自己给出的最高智慧，他都立刻否定一次，然后再拿回来用。为什么？因为你一旦把般若波罗蜜当成一个固定的东西去抓住，你就在替般若行道了，你就变成了拿着金刚经的姜子牙。封神演义演完了，所有人都死了或被封了，新朝建立了，然后呢？周朝800年后也灭了，取代他的秦朝15年就崩了。每一个觉得自己替天行道的王朝，最后都成了下一个王朝替天行道的理由。这个循环什么时候才能停？佛学说，当你不再替天行道的时候，不是你不行动了，不是你不做事儿了，是你做事儿的时候不再预设自己知道天道是什么。你做该做的事，但你不给自己贴一个正义使者的标签。你尽力而为，但你不把结果当成天意对你的背书。这个状态，金刚经里有7个字，无所住而生其心。做事儿，但不住在做事儿带来的身份感里；行道，但不住在替天行道带来的正义感里。
封神榜上有365位神，但全书最接近觉醒的那个瞬间，可能不属于任何一位神，可能属于那些在混战中突然停下来的人，那些在挥剑的一刹那心里闪过一丝疑惑的人。我真的知道我为什么在打这一仗吗？那个疑惑的瞬间，那个微小的停顿，就是一切修行的起点。各位朋友，你在生活里有没有不自觉替天行道的时刻？那个你100%确信自己是对的瞬间，后来被证明只是你的滤镜。我很好奇你的故事。我是王立杰，我们下期见。